他是一个强盗，他就是要强抢中国人的财产。本来安氏在荷兰是一个赔钱的企业，中国用全资把它买下来，所以中国的控股是100%，从一个亏损的企业到赚钱的企业，然后也满足了欧洲的各个车商他们稳定的晶片的来源。但是这个右翼的政府，他就想利用美国人的手，想把这个企业吞下来。那他没想到中国政府是给企业当后盾的，这个情况就跟当初美国要吃华为一样，中国就给华为当后盾，所以华为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更好。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中国的企业，也没有人敢欺负安氏了，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出来了，我就是他的后盾。荷兰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安氏半导体的争夺之乱，我们要来看到，因为在荷兰9月的时候突然宣布说以国安为由要接管安氏半导体，那其实在北京方面是立刻做出反制了，直接就禁止了安氏晶片的出口，结果是让欧洲的汽车产业差一点要这个产线停工。那我们看到呢，最新的进展就是现在呢，荷兰的经济大臣他宣布暂停接管命令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过去2天，11月18、19号，荷中双方进行了一场会谈，那据说是有建设性的，所以中国方面释出善意了，甚至也恢复这个民用晶片的出口，让欧洲的供应链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北京话说得非常直接，他说荷兰才是导致全球供应链混乱的责任方，说这个现在只是第一步，因为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撤回这个行政命令嘛。也就是说，现在双方的对立看起来好像稍微缓和一点，但是本质上的问题呢，现在供应链的紧张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国文泰他最新的回应说，对安氏的控制权还是在受限的状态。所以想请教蔡委员，您看，中国一出手就是出口管制嘛，让欧洲的车厂也吓到了。你怎么看他们这个反制力道？中国大陆的反制是因为中国大陆控制着安氏半导体生产的下游阶段，就是封装跟测试，晶片的制造厂还是在荷兰。虽然这个文泰科技有帮安氏中国在上海跟江苏说要盖了一个新的晶圆厂。那个晶圆厂要明年才会生产，所以工程师调回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供货。那如果晶片在中国生产，然后这个封装测试在中国这个做，然后出口到欧洲这几个，就是完全中国控制。现在等于是一个人控制一半。对于这个目前呢，荷兰的政策是说我撤回这个所谓的行政命令，可是北京是要你撤销行政命令，但是我是暂停，暂停。那这个是有差距，等于是暂时一个妥协的状态。我相信这个荷兰政府虽然是暂停，它不会再实施了。你再实施回到原状的话，那你不被欧洲一脚把它踩死。因为荷兰主要是靠德国吃饭的，所以这个国家也不长眼睛。但是你说文泰还没有完全控制是事实，因为什么？他的 CEO 还没上任。然后原先叛变的那几个外籍高管还没有铲除，因为一定会铲除汉奸的嘛，铲除汪精卫嘛，所以这个还没铲除嘛，那这个还没铲除，所以他可能在控制还会碰到这些障碍，不过我相信会解决了，会解决。那如果文泰科技的 CEO 上任安氏荷兰的 CEO，然后把这些人开除，换上他自己派的。比如说德国的高管这个这个时候很简单你就这个文泰科就打个电话给那个谁，给那个宾士跟 BMW， 你们派个人来当副总，就当营运长就来了，你根本不用管什么事，反正客户是这些人嘛，他们自己会把事情料理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间因为不至于说会一直僵下去，因为荷兰这个政府也快下台，下一任政府谁帮你收这个烂摊子，根本懒得管嘛那这个安氏之乱应该是给欧洲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说你要欺负中国的企业，那你要垫垫斤两那第二个你要脱离中国的供应链，你要考虑你成本有多高风险有多大然后第三个。还是跟中国好好相处比较实际，这从来没有中国找你麻烦，都是你们找中国麻烦中国没事干就找你麻烦。中国是哲学是和气生财嘛，大家有钱一起赚嘛。当然讲的比较高远一点，名字叫什么？人类生命共同体。其实有钱大家赚，好吧？你自己荷兰不长眼睛，你听到哎呀，
这个美国说有要什么50%的这种渗入法，你就主动跑去当打手，还没想到美国躲到一边去，不干我的事啊！你不是丢在这个马路上挨揍吗？所以荷兰给个教训，其实也会给欧洲很多国家一个很好的教训。好，其实这一场晶片之乱呢，真的是全球都在关注了。怎么说呢？因为它安氏的这个晶片呢，它不是说这种很炫、很厉害的尖端的这种 AI 晶片，它做的就是现在呢欧洲最缺、最怕被卡脖子的这种晶片。它做的就是功率半导体、车用还有工控的这一种晶片。那像是很关键的电动车、机械手臂、军工设备，通通都是靠它们。好，其实除了荷中两国呢，包含了欧盟各国，这一次大家也都跳进来很关注，就是因为欧洲的汽车大厂。包含刚刚蔡委员提到的宾士啊、BMW 还有 Volkswagen， 其实他们都是安氏的大客户。简单来说，就是被安氏绑着嘛。所以呢，现在不只是监管并购，他们是在保护自己的产业命脉。那我们今天想探讨的，包括刚刚蔡委员其实刚才也稍微帮我们提到了，想请教赖教授，您来看安氏它晶片这个背后牵动的，其实是不是还包括美国对中国科技政治封锁的这个红线呢？我个人是这样认为了，美国丢一个饵出来。然后看哪一些强盗，哪一些贪心鬼啊、贪吃鬼，就过来咬这个饵啊。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荷兰的右翼政府。荷兰的右翼政府，它基本是法西斯政党嘛。然后他看到美国丢出来这个饵了以后，就迫不及待的想来吞这个饵了啊。那为什么这样子来做比喻呢？就是说，本来安氏在荷兰是一个赔钱的企业，啊，亏损累累，已经要倒了。所以后来是中国用全资把它买下来，所以中国的控股是100%。然后中国买下来了以后，由于中国的 CEO 的经营能力很强，然后以中国的市场作为基础、作为基底啊，所以它开始赚钱了。所以它变成从一个亏损的企业到赚钱的企业，它也给当地的荷兰人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啊。然后也满足了欧洲的各个车商他们稳定的这些晶片的来源，其实是多赢，也就不只是双赢，是多赢的一个局面。但是这个右翼的政府就贪吃鬼啊，他看到一个从亏损到有钱的到赚，而且他赚很多钱，赚了很多钱的这个企业的时候，他都想利用美国人的手，想把这个企业吞下来，所以他是一个强盗，他就是要强抢这个中国人的财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提到了，就是他知道这个晶片的公司，他虽然不是做高阶的晶片，例如说他在荷兰这个部分是做设计，然后他的生产制造事实上是在德国，他在德国生产制造完了以后，然后的晶片嘛，然后再送回中国的深圳，在这个地方进行封测，最后封装。然后再运回去给德国的汽车来使用，是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基本上来讲是全球的产业链的一部分。好，荷兰他认为他控制了这个晶片以后，他事实上对德国他就有更大的影响力了，因为德国、美国部分的还有日本部分的厂，那他等于是他们全世界的60%的欧洲厂的晶片都控制在荷兰手中，这个右翼政府就更有筹码了嘛。可是问题就是他没想到偷鸡不着18米，也就是当他要偷吃，想借由美国人的手启动的一个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所谓的1952年的法案，那这个法案他就要偷吃了。那他没想到中国政府是给企业当后盾的，这个情况就跟当初美国要吃华为一样，中国就给华为当后盾，所以华为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更好。而且现在更为壮大、更为强大了啊！那现在的情况是，我相信安氏将会更为壮大、更为强大，因为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中国的企业，也没有人敢欺负安氏了，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出来了，我就是他的后盾。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荷兰这一次的右翼政府是真的是没有从美国的经验中学到教训，这个是吃的亏、吃的大。但是问题是在这个事情还没解决。为什么？因为它是暂停，对，不是撤回，不是撤回。那所以企业法庭的裁决仍然有效。你政府撤回了以后，企业法庭才能够裁决。就是说，因为你是政府要接管嘛，
那你现在政府说不接管了，那企业法庭才能够裁决原来的裁决无效。我觉得目前问题还没解决，中国还会跟荷兰算了没完的账，而且我觉得这笔账还要继续算下去。好，确实现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来看到荷中两方的态度，因为荷兰一方面它是要配合美国的出口短制嘛，刚刚说这个但是一方面呢，它也不敢真的让中国翻脸，因为包括了ASML 啊，整条供应链其实都是非常需要中国市场的。那在中国大陆这边，那当然也不太可能退啦，因为安氏是中国大陆在欧洲非常有这个深度布局的半导体企业。那只要西方把政治成本拉高的话，大陆方面当然会觉得说，你这个根本不是监管，你是阻止中资企业我们在欧洲立足。所以请教厉将军，以战略的角度，你怎么看这一局？到底是荷兰的监管，还是美国的技术围堵，透过盟友在执行？那中国大陆会不会他们是被强逼着要反击？我觉得这次来讲，如果让荷兰政府将安氏这个企业来讲抢去的话，第一没有天理，第二没有道理。我先讲为什么没有天理，这明明就是一个抢劫嘛。荷兰如果说你把它形容成一个海盗国家就是一个海盗国家，看到安氏这个本来由亏转盈了他就要抢这个企业。那不就是海盗的作为吗？而且你不但是海盗，我觉得你就是索马利亚的海盗。就你去抢的是什么？抢的是一艘军舰，对吧？你有没有看过说是一个海盗船去抢夺一艘军舰能够成功的吗？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天理这个抢劫或者是偷窃都是不对的行为。那第二个我讲为什么没有道理？因为现在全世界来讲的话，那不管是方方面面的不只是科技事业。包括到其他事业都是很脆弱的一个供应链。我们就以这个半导体的事业、晶片事业来讲的话，这一次来讲，中国确实扎扎实实给欧洲上了一课，对不对？好，这个从晶片来讲，从设计，然后到这个从生产晶片到封装然后最后来讲供应到所有汽车的产业汽车产业之后，它才能够装配到它的汽车上面才能够行销到所有的消费者手中，这是一条的产业链那如果说其中有一个环节断了的话，我觉得就会造成整个供应链整个崩溃掉，而且这供应链我觉得是非常脆弱的。安氏就是如此嘛，你这个只是一个晶片不送到中国去封装，大概整个产业链，包括到汽车产业链，全部都毁掉。所以艾斯摩尔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他们居然说是用松了一口气来形容这件事情，因为艾斯摩尔事实上它也是一个供应链，我制造出来这种不管是 EUV 或 DUV， 我当然要找到客户来买。那客户来讲买了以后，这个我后续的这种维修或者是保养或者是技术指导来讲的话，这都是整个产业。然后完了以后，依据这个晶片公司制造晶片生产的晶圆的，才能够去生产晶圆。但是你要制造这个 EUV 或 DUV 一样，你要有很多的供应链包括到中国的稀土。所以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中国在这方面来讲，它确实是很强大。所以我刚刚用军舰来形容这次的抢劫。你知道中国来讲，它很多东西它很强，譬如原物料譬如说人才，譬如说技术，它方方面面都有。还有最大的最重要，它有一个很大14亿人的一个市场。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来讲的话，中国确实给欧洲上了一课，全世界大家所有供应链是互相这个互依互存的啦。不容任何一个中间来讲有任何一个人作怪将它断掉。安氏之乱到现在还在烧，但是最新消息，荷兰认输了吗？今天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文泰现在重掌他的管理阶层包括执行长已经回复到他的位置上面。欧洲车厂这个时候表忠求中国豁免，是否让荷兰压力太大，所以求饶了呢？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几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荷兰是否真的已经低头了？被自己强夺接管的公司，如今又要亲手奉还给中国，从强硬封锁到签下了这个协调的纪要，荷兰这一路是承担了安氏之乱。承认了安氏之乱，它全面败北吗？第二件事情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们看到安氏目前在人事上面是已经解决了，但是在股权上面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中国夺回了管理权，只是第一回合，真正的角力之后会不会是在股权，也就是会在董事会还有资本战场上才要正式的厮杀开打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今天会来做关注。最后我们来关心，确实现在欧洲车厂可急了，因为没有晶片嘛，不管是德国的
车厂，这一些车厂已经向中国正式的递出了申请。欧洲的汽车命脉已经被中国晶片紧掐住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好，大家记得吗？当时荷兰政府很粗暴的接管了安氏半导体，让这一场中欧之间的晶片战开打。但是现在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中国不是只拿回了它的主导权，现在包括了它的核心的资产授权跟人事也都全面回归到中方手上了。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欧最新签署的，就是中国跟荷兰签署的这个叫做稀土半导体供应链临时的协调纪要。荷兰在多方面做出了让步，哪几个呢？我们来看到荷兰它放弃了联合管理层改组方案，简单来说啦，就是同意解除对于中方高层的人事限制。所以呢，接下来执行长张学正将会确定在11月7号原本被解职，现在确定了这一位中国的执行长张学正先生，他就会正式的复职了。11月3号的时候，荷兰总部的资产也会授权将可以被解冻。那么欧盟也承诺了，约束成员国不再重蹈覆辙了，类似针对性的投资都不可以再做了。中国也同意会来做分阶段解冻它的产能，安氏的东莞工厂会来恢复产能，释放出流程。好，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苑老师怎么看呢？荷兰可以说是全面认输吗？退回了管理权，并且签下了这样的协议，怎么看？荷兰认输，但不是全面。我跟你讲哈，因为我对于荷兰呢这些欧洲人呢太了解了。要他们全面认输，认输给中国，认输给美国，他们是全面认输啊。但是认输给中国的话呢，那需要一段时间了。唐朝很盛大的时候呢，发生了安史之乱。这个安史之乱呢，也很像是啊，就是说什么呢？大陆要借着安史之乱的话呢，要好好收拾一下这个欧洲人的骄傲。莫名其妙的自大，以及的话呢，对中国予取予求啊。前一阵子的话呢，那个德国的外交部长也是莫名其妙的搞那个麦克风外交啊，就讲我要来中国之前的话，你们对台湾绝对不可以武力。一讲话你不用来，滚你们啊，差点就骂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大陆态度，要借着安史之乱来一场这个安史之乱，就是说你发觉欧洲本身在中国人地位就完全垮下，这是一个重点啊。你这边讲到几个重点的话呢，我觉得有3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的话呢，原来在大陆啊，就是说是文泰在并购荷兰安氏的时候啊，就是大陆会觉得说你的总部设在荷兰，听起来比较有面子一点啊，没有把它直接买断。这个是一个后来引发，就是荷兰本身根本就没有能力，就是一个穷大户。原来的话呢，这个好像女儿都已经嫁过去了，但是名字还是留在家里住，他突然就不让你回家看亲了啊。那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个就不行。大陆这是第一个重点，然后第二个重点的话呢，就是荷兰本身来讲哈，就要把那个张学正因为他是在荷兰总部里面安氏做 CEO 的，就张学正 CEO 把他换掉啊，换掉其实具有形式的意义，就是说欧洲人呢看中国人不顺眼，你知道吗？他们种族歧视，这心里非常严重的嘛啊。荷兰人的话呢，就特别长得特别又高又瘦，那鼻子又尖的那种啊，所以说呢就把张学正换掉。然后第3件事情啊，就是荷兰到现在大陆讲说东莞的封装厂啊就不出货的时候，他马上也讲说寄出来芯片不给你，不给你封装什么的，态度很强硬。但是呢，现在里面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大家都了解说，第一个，你这个东莞里面啊，这个800亿片啊，应该800亿片的芯片不出口，整个世界尤其是德国的汽车要停顿。那为了不让德国，因为德国现在剩下什么？德国现在在这个俄乌之间冲突什么都贵的情况下，又不能没有汽车工业。然后德国现在整个欧洲化也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经不起这个。然后呢，现在呢，原来呢，荷兰是要靠着欧盟跟美国的压力反弹中国，现在的话呢，美国不理。欧盟呢压着荷兰说以后不要再搞这一套了，这套根本就没有用了。但是对大陆来讲的话呢，这不是单纯的一次胜利啊，这是永久的胜利，因为大陆会连续的。我跟你讲哈，现在先搞荷兰，然后再搞德国，接下来马上再搞法国，然后都一个一个搞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要杀鸡儆猴嘛。你不要学着美国那一套什么穿透法案，没这回事。好，确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荷之间表面上和解，但是其实眼前还有更大的问题。等一下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就是是在股权上面，接下来会怎么做分配？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好，我们现在看到中荷之间还是持续的互呛。荷兰呛什么呢？呛中国说你出口管制拖垮了整个全球的供应链，还无法保证你的东莞厂何时可以恢复出货，更无法确保你出货产品的品质。中国则是反呛荷兰说，不顾中方提出的合理诉求，你才是造成全球供应链混乱的来源呐。那刚刚讲了嘛，这一场战场其实现在的关系点其实是在股权上面哦，因为
刚刚说了，中欧签下来的这个协议里面并没有谈到股权问题，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延伸到资本层面的资本战？干哥怎么看？对，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问题的源头好了，就说，大家觉得说安氏是一个完全100%由中方控股的，但是大家以为说一次就花大钱把它买下来，不是，花了3、4次啊。其实张学正他以前是做什么？他以前是做手机的，帮你想得到的三星啊，什么很多公司啊，他都帮他代工的。后来我跟你讲，一夜之间就发现说手机代工也赚不到钱，从70%的毛利剩下3%，他赶快他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几年，他要知道我要转型什么？转型半导体，所以他要吃下安氏的时候，你知道他用什么贷款啊、融资啊，花了很多钱。想尽办法，听清楚，是张学正一个人用他自己的信用，去贷下来。当时收购了这个安氏，安氏的前身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安氏的前身是飞利浦，它是飞利浦旗下的公司。那飞利浦也不要半导体了，为什么？飞利浦他准备要做那个什么，就是医疗器材啊，他觉得那个毛利比较高，所以他就把这个半导体部分让出来。要卖掉，成立一个公司叫恩智浦。那这样这个后来就被张学正买下来了。经过3、4次的并购，花了大概380亿的人民币，才把安氏买下来。到最后是100%持股。好，你刚才那个思敏你讲的对，你现在我们都谈了，好啦，这个你们对于这个张学正被拔掉啊，你们很有意见啊，你们中国这边不出货啊。那好了，我11月7号让他复职好了。然后呢，那个荷兰总部的资产授权那会到11月13号解冻，恢复。我想请问一下，这是100%的私人的企业，你说要解冻它，你现在对于这个股权方面，荷兰你有什么意见？是不是？这件事情，我告诉你，在今天如果在国际法庭去打官司的话，荷兰政府你会输哦，你会输哦，你现在。但是他们一定振振有词。他们说我们不相信张学正完全是个人投资，后面一定有政府的影子，拿出证据来。是不是？是。这个谈判后面还有的谈呢，还要拖上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福斯公司已经讲了，福斯公司讲说什么？福斯汽车说，我的汽车，我跟你讲，我想请问你一下，我们这些逻辑晶片一个有时候只要几分钱呢？那个几分钱美金而已，你现在叫我突然换一个供应商，我去哪里换？我去哪里找？我已经在找了，可是我现在马上找到可以替代安氏的公司，没有这么快。没错，对于这个晶片，他们现在的库存量还有26周，你知道，如果没有26周，我跟你讲，福斯一定倒，现在就倒给你看。为什么？因为它一定有这么长的存量，不然它每天要生产几千辆汽车。他怎么顶得住？现在根本心脏一直在跳，为什么？26周好像很久，马上就到了，到了安氏还是不多管厂还是不出货的话，会倒的，不是只有福斯会倒而已 ，BMW、宾士都跟着一样啊。对，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在股权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荷兰政府脑筋还是没有搞清楚。中国政府会打国际官司跟你打的，我跟你讲，你必输无疑。是好，但是确实不管是股权问题，现在看在这些欧洲的车厂里面，他们根本不 care 说，不在意说你荷兰要去跟中国争夺什么股权，因为最现实的状况就是，确实他们的晶片已经快要用尽了，所以这个时候欧洲车厂是真的慌了，赶快来寻求大陆的帮忙。我们来看到几家重要的车厂，包括了德国的采埃孚，还有这个欧摩威、博世等等，都已经向中国正式的提出了申请希望能够把这个晶片的出口管制给解除掉，因为目前欧洲汽车晶片70%都是靠中国来做封装的。那么德国厂这个采埃孚刚刚提到的，他已经说了，他说现在如果供应链中断，员工就会被迫放无薪假。博世旗下的厂甚至已经准备要休假保命了，包括刚刚干哥带我们看到的福斯。这个晶片只能再供应26周。这一次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安氏之所以
之乱之所以会有这个重要的导火线，现在传出来，其实是因为3名外籍高层引起的，才会导致当时的安氏执行长张学正被迫下台。这3位包括了内部的这个法务官、还有财务官跟营运官等等，会不会张学正这一次复职之后就把这3个作乱的外籍高层给彻底拔除掉？这是第一个问题，请教舰长。第二个有关于晶片，中国可以说掐住欧洲车厂的晶片命脉了吗？首先，刚刚说那个张学正会不会这个复仇啊？会。我在商场还真的待过。你知道这个商场最恨的就是背叛。你是我的员工，你居然背叛我的老板，那是不可原谅的。所以张学正就是叫做现在是王子复仇记或者王者归来。按照商场的规则，一定叫他走路。那如果说为了一个大局，有时候因为有一些大局，说我暂时我觉得容忍，我会让你待一段时间。但是只要他认为他能够施展他的整顿的时候，他一定会叫他们走。这商场你完全不要怀疑，是每一个大老板都不会容许这些的。然后第二个我要说他这个股权的经营哦，其实这个文泰是2006年就成立了，文泰科技，2017年安氏成立，2018年就被文泰买过了，就是买他第一次就花了36亿美元买了他76的股权。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股权代表什么意思哦，整个公司的治理权，如果你们知道你们的公司治理权有一个老板他占据了你们寰宇51%的股权哦，在商界这个人叫做大老板。这个大老板可以决定谁是总经理就是谁是总经理，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股东会是你以为股东能够反对啊？你股东就是在比那个股权而已，你知道？那你就知道这个文泰其实是完全掌握了这个安氏。这个在商场就是这样。你现在他没有跟任何人去商量哦。荷兰这次没有跟这个欧洲的伙伴啊，而且他采取的方法是一个非常粗暴，所有人都知道说，人家就是涨了这么多股权，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他不跟任何人讲，他就直接这样去做了。那他从来没想过，我不要讲别的，美国以倾国之力去打中国都打不过，你如何荷兰敢跟他这样子对抗呢？你不可能赢的。所以这个完毕之后，每一个人都在怪这个荷兰，你怎么可以这个样这么粗暴？你有没有跟我们讲过？我们在欧洲是，我们这个北约是一起的，你这样子一弄，搞得大家都活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他是这个叫做里外不是人，这是荷兰政府的，他现在应该也认清了，就是你要想清楚，做任何事情你要站得住脚。商场经营就是讲股权，你不能够这样子去这样的蛮力靠国力来这样子去抢夺一个公司。安氏之乱，这回大陆使出的这一招叫做釜底抽薪吗？因为荷兰是否在这时候恐怕沦为一个空壳的公司了？大陆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荷兰之重要的头脑，还有这些重要的一些资产啊、人力等等，全部都带回中国去了？等一下一起做关心这一招，这个。拉着德国一起来针对荷兰这招放饵钓鱼，是否会让荷兰完全的孤立呢？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等一下赶快来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北京这一回是先甜后刀吗？针对荷兰针对德国他怎么做呢？先把晶片给德国来救他的汽车业，然后再反过来跟德国说：好，你拿到了晶片没有错，这时候你得站队了，帮我们一起来施压荷兰。这是逼欧洲选边站的一个精准布局吗？德国的施压之下，荷兰会做让步吗？第二件事情，刚刚提到了这个有关于安氏案哦，这个文泰科技现在乾坤大挪移，怎么做呢？他把在安氏的200名工程师给拉回中国大陆，并且现在说呢，产能可以直升5万片。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荷兰的安氏会被掏空成未来成为一个空壳公司吗？那么未来整个生产也都会回到中国大陆来做吗？这个是第二个我们今天会来做关心的。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没有想到这个有关于安氏的这件事情，中美早就谈好了，但是欧盟从头到尾都不知情。有人说啊，荷兰根本就是被拿来当做祭旗的，而荷兰到底现在还有什么筹码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安氏的这一场风暴。德国汽车这个零件巨头，他已经正式的证实了他是欧摩威，他说确实已经拿到了来自于中国大陆安氏晶片出口，已经拿到晶片了。那么中国商务部就说，好，你拿到晶片了，那接下来你就要帮助我们一起对荷兰施压，彻
撤销荷兰对于中资晶片制造商的这个接管行动。那么德国方面目前也说的，好的，我们会继续的持续加强跟荷兰的沟通，针对于北京的这个步伐，也就是说让德国先甜后刀，委员怎么看？能够奏效吗？一定能够奏效，而且中国商务部啊打了这个，几乎就是纯商业手法，这个太神奇了啊！他禁止它出口，那现在正在制造汽车的全部卡在那边，为了一个金额不大的晶片，那么大的汽车出不了厂，你说德国急不急啊？德国上上下下急翻了，而且这个事情跟他无关，可是他在供应链的末端，那当然他就当然希望中国可不可以先放他一马？那中国说好，我先放民用的，军用的暂时不放，因为军用的同样汽车公司有人做军用的运兵车、军用的卡车，还有做一些什么底盘的一大堆的啊。那先供着大家也没话讲，因为军用毕竟没那么急嘛，民用的车子刚订单满天飞，你还没办法供货，这是比较急啊。但是整体来讲，这两个先区隔开来的话，那就很明白啦。你这些汽车公司就单独去跟荷兰施压，那你不要怪我啊！我不出口原因是他接受我公司啊，我知道荷兰跟中国的同一个公司两个部门先切割啊，那我保护我的财产啊，对，所以这个做的是对的，那荷兰就灰头土脸啦。本来他可能想要讨好美国啦，因为美国也没有正式叫他这么做，想讨好美国，发现说被抛弃了。那自己可能一开始也贪心啦，贪心真的是贪心啦，没想到贪心哦，这个偷鸡不着数了一把米啊，这也好大一把米啊。那德国很生气，因为德国可以说是荷兰很重要的经济命脉，他得罪了德国，我不晓得荷兰以后怎么混的所以这个德国一定会给荷兰强大的政治跟经济的压力嘛。那接下来就是你荷兰内部老百姓抱怨连连，你都快要卸任的过渡时期的内阁，你还搞这种无聊的事啊！而且荷兰的认知说，你们这几个官员就是被那个高管安氏的外籍高管给收买，不然你干这个事干什么啊？那现在在当家是安氏的高管，可是现在已经被抽空了。现在所谓工程师回来，但是因为两边没有弄好，这次是派去的，所以工程师回来，荷兰会不会成为空壳公司？现在还不会，因为它还有晶圆厂。那现在中国大陆的稳泰科技现在也开始盖出晶圆厂，找到上海跟无锡的新厂。因为盖这种晶圆厂不像台积电那么精密，因为它是800奈米的嘛，所以只要有专利权有设计图，就很容易 copy 出来了。就因为它有封装厂，所以它一定有设计图然后这个对他来讲又不是什么太难了，200个工程师，其中50个就够了，可以把它完全铺陈出来生产。那这一下子，那个控制荷兰安氏那几个外籍高管，这下傻眼了，他们准备吃官司了好，我们所以持续看到，那所以接下来，如果中国大陆早就已经持续的在布局，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除了建晶圆厂之外呢，赶快来看到是中国的前吞大挪移用了哪一些方法，被外界视为这个叫做教科书式的商业反击他们利用的是这个收购合约当中的一个关键条款，把这个荷兰安氏里面很重要的大脑、人才跟产能说全部要搬回大陆。好，怎么搬呢？我们先来看到，除了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的200名的工程师搬回大陆之外呢，还有这个刚刚讲的嘛建新厂，那现在预估呢每个月可以达到5万片的晶圆，这产能是会高于荷兰的。重点是在这个成本上面可以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制造还是比较便宜，而且便宜的幅度高达了18%。如果用1年来做计算，可以为中国省下10亿元的人民币。重点是客户也买单现在说这个续约率高达了98%，三星、比亚迪等等的新客户甚至还上门多了新客户，订单预期会比去年同期暴增35%，而且产能可以持续的扩张当中。好，请问赖老师怎么看了文泰这招釜底抽薪是早就计划好的吗？荷兰安氏的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呢？那安氏的晶片生产会可能完全拉回中国吗？不是早就计划好的也就是说，大陆当时文泰把安氏买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答应就是说会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所以他们的工程师绝大部分的，除了少部以外，那都会留任。
然后中国大陆也会派他们的管理人才还有工程师到这个地方来服务，因此就业机会会增加。第二个就是税收对荷兰来说是一件好事情，而且让荷兰有更大的这个影响力，因为它影响到全世界的汽车工业嘛，所以它都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是一个中国赢、荷兰赢、世界各国都赢的一个局面。但是问题就在于，当荷兰有歹念了以后啊，那情况就变了。那情况变了，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它的晶圆是很大的，所以这种成熟制程的技术，中国大陆并不缺。对啊，那这个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经过这么多年从转亏为盈的过程中，中国大陆的工程师早就掌控了这些所谓的设计的技术了嘛。好，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安仕是文泰的一个子公司，而且文泰是100%的所有的资金所拥有的，所以它的智慧知识产权啊，并不归荷兰所有，它是归文泰所有。那因此，当荷兰想要心生歹念的时候，当时中国大陆很早就已经放出一个讯息，而这个讯息并不是阴谋，是阳谋，直接告诉你安仕，也告诉你荷兰政府，说中国有底气，中国有筹码，已经把你讲得很明白了，你卡不住中国，而中国会完全可以卡住你。换言之，也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也就是生产线拉回中国来，封装封测本来就在中国嘛，对，所以封装封测在中国，所以中国也可以用封装封测来卡你，而且人才可以卡你，中国自己也可以把它整个生产线转移到中国来，那这样的话对大陆更有利，可是对你荷兰不利啊，因为你的就业人口变成从在荷兰移到中国来，那它的税，它本身的带动的地区的繁荣，那就不再是你荷兰了，是反而是在中国了。对，而且如果它的营业额都移到中国来的时候，税收就是中国政府收了，而不是你荷兰政府。荷兰听不进去嘛，他认为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时中国就在荷兰动手的时候，就出了一招，这一招就是要求安仕的所有的员工不准听荷兰政府的，要听中国的，因为中国是100%的啊，这个完全有的资本，所以等于是在荷兰工作的所有中国籍的员工不需服从荷兰的命令。那这讲得很明白了。那如果荷兰籍的安仕员工愿意到中国来工作，中国也欢迎嘛。那我们也看到了，事实上在签证前一段的时候，对这种专技人才的签证基本上是放宽的。那当然，当你本身僵持不下的时候，把工程师全部都抽调回来，这个本来就有这个权利，那也有这个条款。那整个工程师就回来。我相信也可能有一些荷兰籍的工程师，也说不定，这个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内部的消息，也说不定跟着到中国大陆这边来工作。那请问你，那你荷兰就空了嘛？所以并不是早就计划好，是事实上，也就是我们都希望创造双赢多赢的局面。可是你荷兰执迷不悟的时候，那就对不起了，那就全吃了。一旦全吃了，坦白说也没有违反合约嘛，因为是你自己搞出来的。好，这一场安仕之乱哦，在这个荷兰的作乱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就决定把所有的重要的资源是全部搬回中国大陆。那对荷兰来说，在经济上其实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是如果以外交的角度来看，对荷兰是否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呢？因为现在看起来，美国似乎也没有把荷兰给放在眼里哦，而且还被视为是沦为美中大国交易的一个炮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来看到是美国议员当时在质问白宫的时候说，你们在跟中国大陆谈判的时候有告诉欧盟吗？结果欧盟的高官反应是说他们完全不知情，那代表说这个荷兰其实也被蒙在鼓里。那现在不仅还要面对大陆的强硬的施压，还有德国跟欧盟内部也对他不满，还有美国的背弃，荷兰首相到底还剩下什么底气跟筹码？张老师怎么看？其实就荷兰整体的经济而言，大概是20%是制造业，80%是服务业。荷兰呢是靠着跟世界接轨而贸易兴盛起来。你问他说荷兰现在手中还有什么牌？荷兰确实还有一些大厂啊，这个 Royal Shell 皇家壳牌的石油业，飞利浦这是电器的制造业，
福克这个飞机这个制造业已经示威了，联合利华 Unilever 这个是专门做农产品加工的，比较这个有名的安佳乳品啊、桦树奶粉啊，这个还有海尼根啤酒。还有这个叫做这个全部啊，德国最畅销的牌子的德国酸菜，哎，是荷兰做的，所以呢，荷兰有它自己的就是说经济的优势。那但是呢，他一直强调我所在的位置，我必须跟世界接轨。他今天做这个事情啊，其实是完全反过来跟世界接轨。荷兰人是极度的聪明，而且呢，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之下，他能够在海权的这样兴旺的之下，然后你想想看，在我们台南都可以建立一个殖民地，他有他的本事，而且还可以在印尼那么一个地方。但是他真正的问题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被了美国人这样子去怂恿，然后变成一个打手，最后就弄出来。所以这个在荷兰内部有他的报纸讲说这个愚笨呢，就跟当初荷兰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郁金香风暴嘛，对不对？大家盲目去投资郁金香，很愚昧的那么一个事儿。他说这个大概愚蠢的程度跟那个差不多。